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七星斗圣自爆的威力，即便强如魂镜和魂焰，都只能退避三舍。风暴散去后，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数万丈庞大、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巨坑。眼看萧炎等人已经从空间裂缝中逃了出去，魂焰低声咒骂，而后他对着药丹自爆的地方一抓，一道光芒飞来，投射古地狱出现在他的掌心中。魂虚子连忙说不能让萧炎他们跑了。虽然现在他们不怕消息传到古族，但毕竟萧炎手中也有一枚古玉，现在弄到手也能省去日后的麻烦。魂焰冷哼一声，他们现在的任务是收集药族的血脉之力。药族空间外还有帮虚无吞炎稳定空间封印的魂煞和魂图坐镇。魂焰让人传信给他们，让他们分出一人截杀萧炎一行人。魂镜点点头，他望着药界中冲天的血腥味，有了药族这批血脉之力，至少能够再度延续魂族1000年时间。到时候只要魂族计划成功，魂族族长便能成为数千年内第一位进入斗帝层次的强者。届时整个斗气大陆都将被魂族统治，就算是古族也得对他们卑躬屈膝。魂虚子语气愤恨地说，原本这一天能够提早许多年来到的，但当年围剿萧族时，魂族损失相当的大，尤其是在围杀萧玄时，魂族族长被他的临死反扑重创，一直休养至今，方才恢复巅峰。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毕竟萧族实在是太难对付，萧玄更是连全盛时期的魂族族长都相当忌惮。神农山脉数百里外，狼狈的萧炎等人从空间裂缝中出来，药族数十位年轻一辈无助又绝望地对着山脉的方向跪下。药天转过身，冲着萧炎重重抱拳，萧炎的大恩大德他无以为报，日后若是有机会，他必以命相报。萧炎摆摆手，让他们好好活着，不用报答什么。如果不是药族那些前辈以命相搏，他们谁也逃不出来。如今大陆上能够和魂族抗衡的唯有古族，药族发生这种事，古族必然不会袖手旁观。萧炎决定前往古族，以魂族轻轻松松就将药族赶尽杀绝的情况来看，就算是换成炎族或者雷族，甚至是天府联盟，也只会是同样的结果。若是古族能够联合炎族和雷族，或许能够遏制魂族，否则其他远古种族和天府联盟必然也难逃大劫。萧炎让药老他们先回联盟，将防御级别提升到最高，该转移的也要偷偷转移。神农老人说神农山脉也不安全了，他也跟着一起去天府联盟。魂族的人也很惦记神农老人和他的异火，若是他再一个人被他们发现踪迹，那就糟了。萧炎大喜，神农老人本身就是6星斗圣的强者，一手炼药术更是鲜有人及，他能够加入联盟，萧炎自然求之不得。萧炎让药天和药灵随他一起去古族，药族的事还需要他们来说，才能让古族那些长老相信。至于其他人，便先和药老一起先去天府联盟待一待。药天和药灵对视一眼，点点头，全凭萧炎吩咐。萧炎现在的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，他决定现在就动身。但他的话音刚落，脸色突然一变，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山峰。一名肩膀上扛着一柄暗红色鬼头大刀的身影，正斜靠着一棵巨树。感受到萧炎的目光，那道身影掀起一抹笑容，瞬间煞气滔天。神农老人对魂族的人颇为熟悉，他告诉萧炎，这人也是魂族4魔圣之一魂煞。魂煞的实力并不比魂镜、魂焰两人差。他的目光蹲在萧炎身上，萧族的人果然不简单，以萧炎的实力，竟然能让魂焰都在他手中吃瘪。萧炎让药老他们先走，自己会拦住魂煞一会儿。药老脸色一变，萧炎的8色火莲不可能接连使用，而且从先前来看，8色火莲也无法击杀魂煞这等强者。萧炎将装有9品玄丹的玉瓶拿出来，他让药老放心，自己拦住魂煞一会儿后，就会直接赶往古族。看到9品玄丹，药老稍微松了一口气，但9品玄丹的药力极其恐怖，吞服的话需要不少辅助丹药的协助才能炼化。萧炎若是直接服用，又和魂煞交手的话，必定会对他的身体造成相当大的损伤。不过药老也知道，以现在的状况，他们留下不仅会让萧炎分心，还会被一网打尽。
药老让萧炎多加小心，而后便和神农老人带着其他人离开。魂煞手中的鬼头大刀猛地朝着药老等人劈了过去，一道黑影出现在药老他们面前，硬生生地将那道凌厉的刀芒给接了下来。药老等人抓住这个时机，火速消失在天际。魂煞眉头一挑，懒得去追这些无用的人，他目光贪然地看向萧炎手中的9品玄丹。魂煞语带威胁，让萧炎将丹药交给自己，自己还能让他死个痛快。萧炎冷笑一声，一把将还没有捂热的9品玄丹直接塞进嘴中。丹药一入体，萧炎身体表面的衣衫瞬间化为灰烬，一股股浩瀚的能量涌出，最后在萧炎身体表面凝聚成一件晶体甲衣。无穷的能量在萧炎体内奔腾着，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生吞了数条巨龙一般。魂煞冷笑着摇摇头，萧炎生吞9品玄丹的行为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魂煞瞬间出现在萧炎面前，手中的血色大刀劈向萧炎的脖子。萧炎手掌一握，浩瀚的能量凝聚成一柄巨大的重尺，直接应接魂煞的攻击。刀齿相撞，整片山脉都为之一颤。萧炎的身形被生生震退了数百丈，不过他的双眼却是异常振奋。先前的对碰消耗了他不少的能量，让他体内那种要爆炸般的感觉稀释了不少。萧炎趁着体内的药力不断暴涌，大喊着再来。他手中的重尺以一种最蛮横的姿态，一尺接一尺的狠狠劈下。面对暴走的萧炎，魂煞脸色有些微的难看，他手中的血刀舞出道道残影，尽数接下萧炎的攻击。魂煞虽然被萧炎近乎疯狂的攻击压得有些落入下风，但依旧十分冷静。萧炎无暇炼化9品玄丹，迟早会被那股能量摧毁，到时候他看萧炎还如何与他相斗。萧炎对他的冷笑不闻不顾，只疯狂地落下一尺又一尺。在一次将魂煞劈飞后，萧炎仰天大笑，一边说着痛快，来日再战，一边掉头朝着另一处方向飞去。魂煞稳住身形后，愤怒地看向已经逃得远远的萧炎，不管他逃到何处，他定要将萧炎抓住，剥他的肉，抽他的魂。在距离古族还有半天路程时，萧炎让药天两人留下一个，他的身体内部已经被玄丹的狂暴能量摧残得有些惨不忍睹，带着他们2个的话，迟早会被魂煞追上，而且魂煞的目标是他，应该不会去追离开的那个人。药天和药灵都想跟着萧炎，将安全的位置留给对方。时间紧迫，药灵直接一掌将药天拍了下去。听到萧炎夸赞自己果断，药灵的脸颊略微有些红润，他望着萧炎这张远远比不上哥哥药天的脸，眼中异彩闪烁。萧炎全身心都放在逃命以及压制体内失控的能量上，并没有理会怀中药灵的想法。天空上的一追一逃几乎横跨了半个中州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萧炎的状况也越来越差。药灵的灵魂力量相当不错，他很快就察觉到萧炎的灵魂力量变得有些枯竭。萧炎强打起一些精神，说等下要是情况不对，他就将药灵送走。药灵咬了咬嘴唇，突然伸出雪白的手腕递向萧炎。他的体质有些特殊，血液具备滋润灵魂的功效。萧炎看药灵的样子不像作假，也不多说废话，一口咬了上去。一道道带着点点甜味的血液进入萧炎嘴中，这些血液一入嘴就化为一种奇异的能量。萧炎原本有些枯竭的灵魂顿时变得比巅峰时期还要丰盈，他缓缓抹去嘴角的血迹，向药灵道谢。药灵摇摇头，眉头紧皱地说，魂煞的速度变快了。萧炎让他抱紧自己，而后加速飞向不远处的古族。后方的魂煞脸色异常阴沉，他绝不会给萧炎寻求古族庇护的机会。他的手印一变，舌尖喷出一口金血，身形顿时消失。萧炎脸色巨变，一把抱住药灵，身形猛地下落。就在他刚下降时，一道血芒贴着萧炎的脑袋飞过，魂煞破空而出，他手中的血刀一晃，一道数千丈的血芒砍向萧炎二人。这次他看萧炎还能往哪里跑。小一闪现在萧炎肩膀处，他的手臂上金色的雷龙蠕动。就在萧炎准备动用九玄惊雷的力量做最后的反扑时，一道苍老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虚空。在我古族的地方杀人，魂煞，你倒也是太过嚣张了一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